两银子，你爹欠的赌债，不走也得走。城西陆家季安堂答应了，只要你嫁过去，这笔债一笔勾销。让我嫁人啊？你以为呢？难不成让你弟弟还债？陆家好歹是正经人家，总比被人牙子拖去卖了强。还蹲在这儿装什么死？回头嫁妆就找几块石头。陆家那边会不会？我们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他这条命也就配得上几块石头。小雪，嫁人要嫁心疼你的人，娘会一直陪着你。原来我一条命只值3两银子，可娘，你早就不在了。发什么愣？给个准话！不嫁就等着债主打断你爹的腿吗？我嫁，反正也没别的路可走了。拿着，这是你娘留下的狐皮袄，好心翻出来给你，别不知好歹，有衣裳穿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，赶紧换了上路。那件真狐皮袄早被他变卖了，这件用旧布缝了填下等棉絮凑重量，穿这件走风雪路，怕是要冻掉半条命。真的，这袄子穿在身上跟没穿一样。去了陆家就安分点，别给家里惹事儿。听说陆承安命硬，前2个未婚妻都没了。你真死在那儿，也算替我们积德。这一去，是死是活，全凭天意。要是车翻下去，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？爹，小雪怎么了？爹，这路不好走，小心点。好，爹知道。到了，到了。孙罗婆，快进屋，外头雪大。这就是人人躲着的灾星，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。风雪太大，先进屋暖一暖。快喝了暖暖身子，看这手冻得通红。我上次吃鸡蛋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吃吧，不够还有。到了我们家，不会饿着你，也不会冻着你。原来真的有人会关心我冷不冷、饿不饿。雪这么大，住一夜再走吧。不了，家里还有事儿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这是你娘留下的，我偷偷藏了很多年，以后要是受了委屈，就把它当了，换点银子傍身。爹，回去吧。怎么会是石头？继母连件像样的陪嫁都舍不得给我，竟拿石头来充数。不行，婆婆要是知道我带了一箱子石头嫁过来，会不会觉得我故意骗婚？会不会不要我这个媳妇儿？小雪啊，这是嫁妆，居然是石头！我不知道里面是石头。傻孩子，这些年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别怕，到了陆家，再没人让你受委屈。今日累了一天，你先歇着吧。我今在凳上再凑合一宿。你我虽有夫妻之名，婚事仓促，我不会逼你。地上凉，你还是上炕睡吧，我睡里边不碍事的。原以为嫁过来不是冻死就是被搓磨死。睡吧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没料到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灾星郎君，竟给了我这辈子第一份体面的尊重。求求我当家的，求求你们了！做噩梦了。要是成年人突发高热抽搐，会死吗？高热惊厥是急症，若不及时散热针刺，几个时辰就能夺命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说自己能梦见还没发生的事，谁会信呢？可是这一次，梦里的事又会应验吗？娘，
咱们村东头是不是有户姓柳的人家？有啊，柳木匠就在村东大槐树底下。你怎么知道？是真的，梦里那个地方真的存在。快来人啊！我家当家的他不行了，居然和梦里分毫不差。快拿冷水干净布巾，解开他衣裳，门窗打开透气。水。陆郎中，你是我家救命恩人。不是说他是灾星吗？前头2个未婚妻都灾星，还能救人？哪有救人性命的灾星？你医术很好啊。若真好，医馆也不会快关门了。方圆10里，宁可信跳大神的，也不信我这个郎中；宁可信跳大神的，也不信我这个郎中。原来这个被叫灾星的男人，心里比他想象的苦得多。欠了药商不少银子，你公公在世时还好，他走了之后，成安撑不起来，乡里乡亲来看病，有钱的给几个铜板，没钱的也不好意思催，久而久之，药柜空了，债却越欠越多。坐以待毙不行，得想办法赚钱。这些药材怎么不拿来卖呀？都是寻常药食，家家户户都有，卖不上价。药商不肯收，扔了可惜，放着占地方。唉，真的没办法。这些能不能做成吃食？吃食？我娘教过我，把这些药材碾粉和糯米做糕点，好吃又养人。咱们做成点心去卖，总比堆在这里烂掉强。反正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让我试一试吧。好香，比镇上糕饼铺的点心闻着还舒坦。这卖的啥？山药枣泥糕，养胃的。大娘您尝尝嘛，不买也没关系的。哎呦，真好吃，给我包2块。23个铜板，医馆大半个月都没有这收入啊！咱们医馆是不是还有救？会越来越好的。咱们不只有药，还有手艺，只要肯做，总有活路。他来了之后，这个家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这不是镇上的钱掌柜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听说你们卖药饼抢了我们点心铺的生意，一个破医馆不老老实看病，做起吃食来了，手伸得够长啊！以后不许卖啊！记住了，再让我看见你们摆摊儿，你凭什么砸东西？凭我是镇上最大点心铺的掌柜，就凭你们也配跟我抢生意？以后再摆摊儿，我把你们摊子烧了！硬碰硬没用，钱掌柜有钱有势，我们斗不起。可这口气咽不下去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冲进来砸了东西，还要烧摊子。硬碰硬没用，他有钱有势，我们斗不起。但这口气也不能白咽。凭什么砸东西？凭我是镇上最大点心铺的掌柜，就凭你们也配跟我抢生意？以后再摆摊儿，我把你们摊子烧了！硬碰硬没用，钱掌柜有钱有势，我们斗不起。可这口气咽不下去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冲进来砸了东西，还要烧摊子。硬碰硬没用，他有钱有势，我们斗不起。但这口气也不能白咽，这口气也不能白咽。都怪我，今日不该去邻村出诊。我活了22年，被人骂灾星，被人躲着走都忍了，可有人欺负到我家人头上，这根刺扎得我心口发疼。明日暴雪，封山商队进不来，粮食分散。暴雪封山，这是机会啊，也是劫难。还在想白天的事？程安，如果我说明天会下大雪，
大到封山断路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今天必须去镇上把能买的粮食、炭盐全部买回来。这场雪会很大，山路一堵，至少10天半个月通不了。这好好的天怎么可能？哎呀，老天爷也不会这时候变脸呐！娘，把钱都拿出来吧，卖糕饼的铜板，剩下的碎银全带上。平儿这么好，买这么多粮做什么？灾星娶了个傻媳妇儿，倒也般配。梦里的事发生，这一次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借着这场雪，让钱掌柜再也气不到我们头上。真下雪了！哎呀，那丫头说对了啊！我的娘哎，这雪要下多大？家里还有粮吗？虚一点吧。果然，分毫不差，真的就跟梦里一模一样。一家分一点，按人头算，不偏不倚。若把东西全借给先来的人，后面真正走投无路的可怎么办啊？是这个理儿。上门的人大多家里还有余粮，只想先囤一些；真正揭不开锅的，还缩在家里发愁。快，姜汤！盖上，别冻着。老人家您没事吧？没事了，多谢陆郎中了，那就好。若不是你们提前囤了粮和炭，这次大雪封山，咱们村怕是要出大事。陆郎中，你不是灾星，你们一家呀是咱们村的福星。活了22年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当众替他说这句话。你到底怎么知道会下雪的呀？我要是说是梦见的，你信吗？真的，从小到大，没人信过我。我信。他信我，他居然信我，真的信了。镇上钱掌柜，你看看，咱们继续做药饼。上次砸了摊子，知道咱们再卖，只会变本加厉。那咱们就卖别人没有的东西。开点心铺，咱们卖的他做不出来，反正比手艺咱们不怕。这是你公公留下的呀，一辈子的心血。他活着的时候不只会看病，还爱琢磨吃食，一辈子的药膳方子都记在这上头了。咱们不卖点心了，咱们卖药膳，旁人做不出来，也没人能抢。就这么定了。这里是陆怀安的家。这个人是谁？他认识公公，可他看册子的眼神不是好奇，是认出了什么。姑娘，您是不是胃里不舒服？试试我们的养胃膏，山药红枣做的，药食同源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软糯香甜，咽下去胃里真舒坦。老板娘啊，这怎么卖？2文钱1块，5文钱3块。很实惠的。老板娘，下个集还来不来啊？老母亲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啊！摆摊不是长久之计，5天赶一趟集，只能卖半天，老主顾想找都找不到。要是有间铺子日日开门，风雨无阻，生意才能真正做起来。咱们连租金都付不起，镇上最偏的铺子，1个月租金也够咱们攒大半年。西街空铺集租，明天去镇上看铺子。做什么？看铺子。就是那儿，和梦里的地方分毫不差。哎呀，就是这间。二位是来瞧铺子的？是，想问问租金怎么算？实不相瞒，老家父亲病重，我急着赶回去，这铺子挂了半个月没人接，都嫌偏。你们诚心要，租金按市价的1半算。1半？这价钱，连西街偏巷的柴房都租不到吧？我急着脱手，不图赚钱，前头店面，后头带小院和2间耳房，现成货架都留给你们，后天就要动身，能租出去就行。价钱确实划算，可咱们的积蓄连半年租金都不够，就算凑够租金，进货的钱也没了。我刚才盘了一遍账，差的不少，我们回去再想办法吧。差多少？我借你们。村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到镇上办点事儿，远远瞅着像你们。这钱是村里10几户人家凑的，雪灾那回全靠你们囤的粮和炭，大家才熬过来。早就想给你们送过去，就怕你们不肯收。这万万不行。你们过好了，
往后村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不也有依靠？往后村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不也有依靠？拿着，好好把铺子开起来，比什么都强。原来当初递出去的一碗热粥，一捧粮食，终有一天，真的会暖回自己身上。小雪，这字真显亮，咱们家也有自己的正经铺子了，以后不用顶着风雪赶大集摆摊了。你公公要是能瞧见这一天，该多舒心啊！莫不是咱们铺子太偏？别急，我有法子。店家，你这茶闻着甜丝丝的，还带着药香。桂花药茶配养胃膏，免费试吃，公子尝一块吧，不买也没关系。哎，软糯香甜，咽下去胃里暖融融的。给我4块养胃膏，带回书院给童王爷尝尝。你们的东西吃坏人了啊！你们的东西吃坏人了啊！我昨天买了茯苓饼，回家就肚子疼，拉了7、8回。我早就说过，卖这些乱七八糟的药饼，迟早出事。又当医馆又当点心铺，谁知道放了什么？出了人命算谁的？你今日吃过河鲜，蟹还是虾？我吃什么跟你没关系，你家东西不干净还不让人说了。脉象涩而急，寒凉入胃，你酒气还没散，方才是喝了不少。吃了寒蟹又饮烈酒，脾胃受损才腹痛，跟我们药膳没关系。这不是钱掌柜的小舅子吗？哎呀，我说昨儿在酒楼见过他俩喝酒呢，季安要塞房的每样东西，我自己都吃。今日之事，大家心里自有公道。公道自在人心。这是哪来的？我从没见过。父亲留下的，他走的时候我还小，这些东西一直堆在杂物房，没人翻过。小时候他提过，咱们陆家祖上出过御医。父亲的失踪祖上的来历，药膳集方青山杂录，每一样拼在一起，都指向不简单的过去。陆家的过去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啊？真的，越想越不对。咱们家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了，来，都喝一口，算是庆贺。夫君，你长得真好看，真的特别好看。小雪，真的，这辈子最好的事就是遇见你。真好。这么晚了还在煎药？明日要给柳木匠送过去，再吃1天就不用吃了。这些年你一定很难过吧？被人叫灾星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躲。前头2任未婚妻，一个落水，一个疾病，都在定亲后不到3个月没了。从那时候起，村里就传我命硬克妻。开始我不信，后来传得多了，连我自己都信了。觉得也许我真是灾星，跟我沾边的人都没好下场。可我不信，你救过柳木匠、雪地里的老婆婆，还有那么多吃了你的药好起来的病人，怎么会是灾星吗？你就是运气不好罢了。你醒了？我也刚醒。站住！成，谁在盯着我们？这张纸条到底什么意思？请问哪位是陆郎中啊？在下便是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哎，请问您是？我家老爷病重，请了好几位郎中都不见好。听说陆郎中医术高明，想请您过府一趟。这是我家老爷的信物，他说您看了就知道了，千真万确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模一样的。这位公子，您腰上这块也是半月形，也是陆字，这对玉佩是陆族传下只有这一对，您就是陆先生的儿子。我家老爷姓沈，做南北货生意，这次来这一带收货，没想到旧疾复发，连客栈门都出不了。州府来的贵人手里有和陆家一模一样的玉佩，这位沈老爷和从未谋面的公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不是急症，是用错了药。没错，方子反了。他今日服的药里有人参附子，温补太过，可他脉象是气滞血瘀，便有湿热，方子完全用反了。再加他吃了萝卜，
萝卜解身药，药性相冲，病势才突然加重。这位小郎中，你的医术谁教的呀？家父，他只教了基础，其余都是自己琢磨的。小郎中，你腰间挂的玉佩，可否让我看看？这玉佩，你从何处得来的呀？家父遗物，父亲留下的。他是不是叫陆怀安？是不是？是的，当年我跑单榜，在山路上中了毒，差点死在野地里，是陆大夫用草药救了我，还在破庙里守了我3天3夜。这玉佩是他随身之物，他说这是陆家祖传的，原是一对，一枚他带着，一枚给妻子。他还说以后见了带这枚玉佩的人，务必善待，那是他的家人。你父亲医术冠绝一方，我亲眼见过他治好别人束手无策的重症。以他的本事，若不是后来突然失踪，早已名震天下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，始终没消息，真的打听了好多年。如今见到你，也算老天爷给我报恩的机会。在州府南街有间闲置铺子，原本想开药行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。你们夫妻若愿意，就拿去用，租金你们定多少都行。沈老爷，这怎么使的？陆大夫当年救我命，分文未取，你们推辞就是瞧不起我沈某人。州府是你爹一辈子想去的地方，真的，他念叨了好多年，他到死都没能踏进州府城一步。如今他儿子竟然站在州府的门槛上了。陆家的事或许比想象中更复杂。这张网越来越大了。你看这句“太医院冤案，雷吉师门”，什么意思？从没听父亲提过。他走的时候我才10岁，只记得他那天说去州府出诊，再也没回来。村里人都说他进山采药摔了，可连尸斗都没找到。难道陆怀安的失踪根本不是意外？这事情不对。祖上确实出过御医，但早就立功了。父亲怎么会有太医院的腰牌呢？等去了州府，咱们慢慢查，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哟，听说你发达了呀？这铺子不小，租金不便宜吧？看来陆家那小子的灾星命也让你给破了。你弟弟要娶媳妇儿了，姑娘家是镇上的，开口要20两聘礼。你当姐姐的，总不能看着弟弟打光棍吧？20两银子，我当年被抵债只值3两。养你这么大，吃穿哪样不要钱？如今你有出息了，帮衬弟弟不是应该的。你要是不帮，村里人戳你脊梁骨，说你白眼狼，可别怪我。当年你们拿我抵债的时候，可想过我是你们女儿？3两银子把我撒上驴车，陪嫁箱子里全是石头，皮袄里填着马草，冬天连条活路都没给我留。我不会给银子，1分都不会给。你个白眼狼！他如今是陆家的人，谁也不能欺负他。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替他挡在前面。这些都给你。小雪，爹对不起你，你拿着，以后别再回那个家了，那个家配不上你。爹，银餐我留着，这些银子你留着自己花吧。起来，不要再丢人现眼。去州府吧，我和你爹最大的念想就是把医馆开去州府，他没能看到，我替他看。去，咱们一起去。这就是母亲说的，嫁给心疼你的人，不是锦上添花，不是花前月下，而是当你站在悬崖边，所有人都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有个人坚定地站在了你身边。这地方比咱们镇上大10倍不止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呀，这么多人，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啊？这么一间空铺子，在州府这种地方能站住脚吗？会更好的。这铺子格局好，位置好，收拾收拾就能用，比当初从零开始强太多了。公子，今日开业特惠，试饮免费，山药茯苓鸡汤健脾养胃，您尝一口。这个怎么卖啊？开业价1碗5文，配一块山药枣泥糕7文，可实惠了。听说你们这儿的药膳特别，不是药不是菜，搁一块味道还不错。小娘子有没有兴趣合作呀？我出铺面，万福楼在城北有间闲置别馆，一直空着。你出方子和手艺，赚的钱5 5分账。我卖了一辈子菜，药膳这东西，我的人做不来。好，
我明日给你答复。陆承安一边打理药膳铺，一边坐堂看诊。他医术本就扎实，又有父亲留下的医书打底，治好不少疑难杂症。陆承安的名声慢慢响了起来，再也没人提灾星2个字。万福楼是州府头号酒楼，凭什么看上咱们刚来的小铺子？这不合常理。被套方子，要么被当幌子，都不是好事。我也拿不定主意，雪儿，可以试试。他诚心合作，咱们就多一条路子。试了才知道。他不安好心，咱们也吃不了亏。方子的用料他能知道，配比和火候他学不去，做不出一模一样的东西。镇上那个钱掌柜，你们还记得吧？当然记得，砸过摊子，还让小舅子栽赃茯苓饼。怎么？月饼里掺陈年梅馅，吃倒了半条街的人，被衙门抄了铺子，人现在还在大牢里蹲着。镇上百姓放了半天鞭炮，全都在骂他活该。他从前说我们是灾星，到头来老天爷看得见，人欠的迟早要还。那个脸上带刀疤的矮瘦男人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他是陆怀安当在太医院救过命的药商，这些年扔石子留纸条，京城也是他怕裴家提前动手，不敢露真身。好了，说正事儿，你们陆家的事可能没那么简单。京城有人在打听陆怀安的下落，消息是从太医院传出来的。这封信是京城那边托人交给你的，就是那个刀疤药商拼了命送出来的。这些年我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，最难的时候雪地里挖野菜，靠洗衣裳换铜板，真的太难了。一直以为他早不在了，每年清明都给他烧纸，烧了10几年。不管京城那边有什么，我们一起去，一起。陆家真正的秘密要揭开了，终于要揭开了。那个冤字背后的故事，比我们想象的深得多。脉象扶树而滑，不是普通风寒。不对头，这症状我见过，10年前州府闹过一场，死了不少人，真的死了好多人。疫病、封城，全都出不去了。哎呀，什么都晚了，早该囤药的。承安，州府要出大事了，真的比大选那次还可怕。你说，我们做，照你说的办。陆郎中，你们家是要开药材行啊？买这么多用得完吗？这才3天功夫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高热的病人？最先出事的是城南乞丐窝，一下倒了7、8个，没过2天就蔓延到北街贫民区了，家家都有发热的人。别排了，别排了，退热的药全卖空了。什么？早上不还在卖吗？早上才10文一天，中午就涨到30文，我排到跟前直接50文了。就这还是最后几天，转眼就抢没了。奉知府大人令，疫情蔓延即刻封城，各门全数封锁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。封城？怎么说封就封了？这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快去米铺，要不囤货，万一不就什么都剩不下了。这是我先拿到的，你松手！过年快烧的不是我。没了都没了，各位请回吧。歇一刻钟吧，你都3天3、3夜没合眼了。白天在前厅和医馆2头跑着诊脉施针，夜里还守着，再熬下去身子要垮。还不是歇的时候。城北刚送来2个高热精准的孩子，这几罐银清汤药力得熬足，天一亮的病人都稳着稳过去吗？都稳着，轻症都按时喝了药膳汤，热势没再往上走。你安心熬药，外边有我盯着。病人先到那边等一等，这边忙完就过来。承安，是我。淮安，真的是你吗？当年是京城太医院的顾交请我去救治贵人，走得急，留了书信，可信在半路被人劫了，你娘没收到。更糟的是，半路遇山匪，头部重伤失了忆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在山村里采药为生，浑浑噩噩过了许多年，直到前年意外摔倒撞的头，记忆才慢慢恢复。这些年，我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了，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给你烧了10几年的纸。爹，
是爹。石膏得再加2钱，不然压不住这股高热。爹，他脾胃本就虚，前日还吐过泻水，石膏太重，怕伤了中气，不如换知母配玄针，凉血的同时也能护住津液。是我急了，就按你说的来。你失真固气，我去改方子。外边还排着10几个等着诊脉。东街礼仪馆昨天就关了，药材全空，大夫自己都病倒了，也就剩济安坊和隔壁医馆还撑着，这是咱们仅有的活路了。听说周府官仓的药材都见底了，要不是赵家小姐把家底全掏出来，咱们这些人哪有药喝，有热粥吃啊？慢点接，碗边烫。喝完粥去旁边领汤药，清正的每人1碗，都有份儿。姑娘烧了3天，别的地方都不肯收，您这又是给药又是给粥的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这是做什么？治病救人本来就是该做的事，你赶紧把粥端去给大娘，趁热喝才管用。小雪啊，我把家里存的几匹布都抱过来了，全撕成布条，刚好给发热的人擦身子，给磕碰的人当带，一点不糟蹋。辛苦您了，歇会儿再撕，别累着腰。不累不累，都在拼着命救人，我老婆子出点力气算什么？陆家救了满城百姓，此事朝廷已知晓。皇上都知道了。京城太医院来了人，想请你们一家进京。奉旨进京。这辈子最对的买卖就是跟你们家合作。几年前，我还是被继母拿去抵债，穿着马草破袄的小姑娘。真的，那时候连活着都是奢望。如今有了丈夫，有了满城百姓的敬重，从不知道一个人的命可以转得这样大。夫人，我们出发。看这根簪子，还是我爹当初在驴车旁塞给我的。那时候攥着它，只当是最后一点念想，从没敢想有一天能带着它坐马车去京城。我还记得你刚嫁过来那天，穿着见洗的发白的青布袄，缩在炕沿边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跟只受了惊的小兔子似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那时候满脑子都在想，人人都说你是灾星，会不会进门第一天就给我个下马威？结果你倒好，抱着被子就要去睡长凳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本就委屈了你，我总不能连这点体面都不给你。那时候我就想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自己都过得难成那样了，还想着别委屈别人。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别就说什么受了惊的小兔子。实话就是，那天雪大得很，你站在堂屋门口，脸冻得通红，睫毛上还沾着雪沫子，却站得笔直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姑娘看着软，骨头却硬得很。我还以为你会说，这姑娘怎么瘦成这样，一阵风就能吹跑。也想过，所以孙婆婆端红糖鸡蛋过去的时候，我特意往你跟前推了推，就怕你不好意思吃。其实我那时候都看傻了，丈母大人我这端过一碗热乎的鸡蛋汤，拿着勺子，眼泪都快掉碗里了，又怕你们笑话，硬憋着低头喝，就不怕我猜错了，银子都打了水漂，那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当。打水漂就打水漂，大不了咱们再从头摆小摊卖枣泥糕，你有手艺，我能看病，怎么都能活下去。重要的是，你说有危险，不管你梦见什么，我都陪着你一起应对。对了，去了京城，你怕不怕？太医院的旧案，爹的身世，还有那些藏了10几阵子才第一次去，想想都觉得沉了。可我想给爹讨个公道，也想给陆家洗刷冤屈。再难的路，我也敢走。那当然，咱们俩从3两银子的债，半袋发霉的药材走到今天，什么难坎没迈过去？不就是京城吗？哪能一样？现在走到哪儿都有人喊一声陆夫人。什么陆夫人？还不都是跟你一起熬出来的？哎，说到药膳坊，到了京城，咱们还开不开？当然开，不仅开，还要开的比周府的大。前面坐堂看病，后面卖药膳，再辟个小院子，你管药方子。那我要把安神酥养胃膏都做上，再添几样新的百合莲子膏、山楂能吃的绿豆山药膏。对了，还得熬酸梅汤，夏天喝最解腻。好，都依你，你想做什么，咱们做什么。还有啊，咱们得留个小厨房，我天天给你和爹做吃的。我娘从前说，嫁人要嫁心疼你的人，那时候我不信自己有这个福气。还有爹的旧案子，总觉得春信来得太晚，冬天总也熬不完。现在才知道，咱俩最好的日子来得迟，爹讨回来。父亲等了这么多年，不差这1、2个月，该还的总会还。春信虽迟，公道也一样。不迟。遇见你之后，每一天都是春天。往后的日子，皆是团圆。